來，俊恆改圖多羅，來跟你們講一下我改圖到底有沒有改錯。那要好，今天呢，我們先來看一下改图。那改圖的話呢是这樣的哈，有时候呢改图可能那个人家看缩圖或什麼，這個東西比較死板板的，人家就不會想看。但是問題它對我來講，我覺得就是一個我們改過的一個歷程。會出現有網友就是完全不以為然的，他就覺得這樣改不對，這樣改不對，什麼之類的。那口氣好一點的，我很歡迎啊，就討論嘛，是不是啊？我歡迎可以各種討論的。但會出現那種完全來罵你的，我不會去沒事找事去說那個網友的本尊是誰，不用這樣子，只是說你會知道那種網友是帶着情緒來的啊，那他就看都不看的，然後回他也不會回你，他就經過就是拉一泡大的就走了這樣子哈。那這也可能就是你頻道在發展，或者說你在面向越來越多人的時候，本來就要接受到的哈。那別的都不管，我只在乎一點，就如果說他本身是喜歡畫圖，因為有些還看起來真的像是在畫圖的，那並不是看着說他像是畫圖的，然後有一定的技術力，沒有就看得出來他是有畫圖。那要怎麼看出來呢？就看他的用字，用字還是看得出來的。那我感受到一點是說，他們會覺得有人的圖被批評了，然後被改了，那是不是同時間我應該替這個人發聲？因為很有可能潛意識也知道我自己是畫的不好的那一個，我畫的差的那一個，我是沒有被認同的那一個，我不想被罵。因為感覺上同樣那個人被罵，同樣這個同學在改圖被罵的時候，感覺上你就是自動劃分為跟這個同學是同一陣線。我的感想是，我會去心疼這種情緒，因為我知道那種情緒是很脆弱的，就是你會覺得說，都已經在害怕自己畫的好不好了，然後再看到好像一起在就是也倒也不一定認識，就同樣在努力中不認識的同樣在畫圖的學生什麼的，然後被老師怎樣調教了之類的，就覺得自己更加受傷，更加害怕了。那要讓這種情緒平衡的話呢，最好的辦法呢就罵兩句，你改的根本改錯之類的，這樣子他心情就會好，他就能夠平復過來，人生可能他明天就可以笑着醒來這樣子。但到底我有沒有改錯？我改圖有沒有改錯啊？我有沒有改的不對？這個呢，我也會認真看啊，我也真的認真看。然後有些人不值得看啊，可是萬一我有改錯嘞啊，那這邊我借用了2個之前改過的圖的同學的例子啊，那我們要來聊一下有關我改圖有沒有改錯啊。今天我們來看一下，來俊恆改圖多羅，來跟你們講一下我改圖到底有沒有改錯。那要把左而之前一張圖還有 Q 講一張呢拿出來當成範例，再給大家介紹一下哈。但那個你們都已經跳脫這個狀態了，是不是哈？接下來呢，好，來是這樣，這是改過的。左而我相信你已經超越這個時期的狀態了哈，這是改完的。那改之前是這樣的，我那時候在改的時候，我記得我左而這張圖我在 YouTube 上我們那個 short 上去的時候，這個是網友反應比較多的，印象中大概可能有2-3個說這個根本不用改，人家畫得很好之類的，有這種的。那我覺得主要討論的是頭五官的比例位置。那這張最大的問題，這個還沒改的是這個耳朵跟這個眼睛中間的距離是不夠的，耳朵大小也是不夠的。那改過的樣子，來，我先把那位置先挪一下，這是挪過位置的，因為有整體體態先調過嘛。好。這個呢，它基本上還是原本同學畫的五官耳朵的位置。這個要驗證最簡單，把這一抹頭髮拿掉，這片頭髮給它掀起來，那讓這個頭髮完全沒有頭髮保護的情況下，那這樣子會變成一個光頭嘛。在光頭情況下，那很多的一些比例位置問題就會一目了然。好，來看一下吧。如果它是光頭，是這樣，這我剛剛還花時間弄的，來。耳朵都沒動哦，位置都沒動哦，對吧？原本的樣子嘛，看一下這個位置，真的對嗎？在這邊這個距離下，然後呢，中間已經沒有頭髮可以給你緩衝視覺，這時候你們面對就一個極小的耳朵跟很近的距離，那這樣就出錯了吧？好，這還不去談那個整個頭型問題，這邊有個壁欄，來，這是眼睛，這是耳朵，好，耳朵的大小從我紅線應該感知得出來，大多了，對嗎？再來，眼睛、眼角跟耳朵的這個所謂的我們的側臉面積是足夠的。這可以支撐起一個完整的頭型，是嗎？好，那這樣的話呢，是不是相比之下，原本畫的原本這個2年前這個東西，是不是顯得耳朵很小，而且這個位置是顯然不夠，對不對？好，那如果這樣子看還不服氣啊？那這個老師不懂2次元啊，沒問題。來，這我剛剛拍的，我用我那個很可怕哈，這是 BJD 娃，好，然後我是拿來當成那個角度在看的哈。好，那這邊呢是眼睛、耳朵，好，那你當然會想要講說，這個就風格又不一樣。風格可以不一樣，相對位置邏輯要一樣，沒有這種就是你畫到2次元你就什麼都可以反着來，沒有那回事啊。2次元不是什麼保護傘，不能說你沒練不好畫不好，什麼都賴說我是2次元，所以你不能過度要求，不可以這樣子。最少我在鍛鍊會是沒有一個會找這種借口啊，專業的沒有人找這種借口，誰會找這種借口？
不小心被傷到的網友可能是哇很痛這樣子，但是沒關係，要勇敢起來，我來幫助你們討論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位置怎麼回事。其實，再從眼角開始到耳朵這邊會經過一個很明顯的立體轉折，這是最容易被誤判的。那在畫面當中，注意這個紅線，這是真正的縱深距離。但是呢，我們在畫的時候呢，很有可能都把它當成平面來看，所以呢，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評估這個側面有多長。那這個時候呢，就會誤判，然後耳朵位置就畫錯，那就會出現類似這種狀況。那這個狀況有多嚴重呢？它會讓後面整顆頭都畫不好，像這樣，它可能整顆頭都不好。我們做一個前後對照，調過的位置有沒有比較好？那耳朵的重要性在哪邊呢？就是耳朵它可以定頭型，頭型定得好，肩頸位置落的就會正確。再往下，基本上就會進入比較相對安全的位置。可是只要耳朵位置不好，舉例像原本這樣，耳朵位置不好，你很快你就會落一個後頸，你立刻就要畫後頸，然後這個就立刻就會出錯。好，往下你就不要講了，往下就會開始我常講的連環車禍，知道嗎？所以呢，到底這個在改圖當中這個地方的判斷，我判斷對不對？我認為是對的，我認為是對的。最少好歹耳朵要夠大，位置往後略挪一點，或者在整個立體的橫切範圍上。明顯的把這個力量表現出來，這應該是不會很嚴格的要求。當然，這種要求我覺得對於優秀的學生，像我的學生組合他們來講，他們是會願意接受、願意調整的。但是，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害怕改變，特別害怕被提醒，被提醒都不得了，整個情緒就上來。我知道，但是終究你想要畫得好吧，你想畫得好吧，你想要有粉絲吧，你想當大大吧，那這一關你就要跨過去。心理上你要先接受，接受不了沒有辦法。2年、3年後、5年後、10年後，你還是這樣。甚至可能還不用那麼久你就放棄了。這件事情要不要接受，取決於每一個人自己認識它、認知它，你才跨得過去。不然永遠是把自己藏在井裡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第二張 Q 獎，不好意思用一下啊。來 ，Q 獎本來就畫得挺好的啊。好，那這個呢，我給它挪一下位置，改之前在這裡。好 ，Q 獎準備好了嗎？立正站好。好，來，這個是先調一下你的體態位置啊。再來呢，就是光頭畫，光頭畫這個耳朵跟臉的這個位置啊，這個就更明顯了。好，來，當光頭畫之後，這邊真的螞蟻爬過去不用1秒鐘啊，這超快的，這麼短呢，立刻就接耳朵，你覺得可以嗎？不太行哦。好，這個不太行，這樣子會比較好。這麼改法呢，是把耳朵整個畫大，再往後挪一點，就一點點，就差那一點。為什麼連跨過那一點的決心都做不到呢？當然不是講 Q 獎可以的。好，我講的是可能你覺得這種改法你不能接受的。你真的跨不出去，你就不能指望繪圖這件事情可以給你成績反馈，你也不能指望你要變成大佬。好，不相信他們賭個10年之類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同樣我也拍了一個照片。好，如果你會覺得說，那因為我沒有辦法拍一個剛好的，好，主要就是眼角到耳朵這邊有個遠近縱深，看似很短，看起來好像很短，但是因為它是轉了角度的，不能低估這個距離。當角度更轉正之後，這個距離還是存在。好，所以要完全憑頭髮遮住，然後遮住完全不管，這是不可以的。好，你必須面對它，真正的體驗立體遠近。OK， 好，那像這樣子，我們回來這張，好，來回到這邊，好，來看調整過。首先眼距，再來耳朵位置，只要稍微挪開一點點，就差很多。好，那這個呢，就是我過去改過的2張圖。好，本來我想要準備更多，但來不及。那以上呢是那個俊恆改圖多羅的小檢討。好。